我想问问大家，家里是不是永远都会有你根本用不着的物品？这些既用不到的物品又不想把它们处理掉，你是不是也曾经想着给家里来个断舍离大扫除？结果没过几天，你的空间又恢复了乱糟糟的样子，是不是觉得网上那所谓的极简生活太假，自己根本做不到？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？就是你还没领悟到真正有效的断舍离方法。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呢，绝对实用，因为我不会告诉你要去买无用的收纳工具，也不会跟你讲太虚幻的道理，什么找到内心的平静与物品和解之类的话。我希望你看完这期视频之后，你能学会这一套立刻就能操作的断舍离系统，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节奏。很多人一想到断舍离，就觉得要从头到尾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出来，然后一件件物品的去筛选。每次给家里断舍离，就像是搬家似的来一场与物品的大战。但实际上，我们每天的时间有限，精力更是有限。用这样的方法，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费时费力，而且家里乱七八糟的杂物很多，想要一口气解决，让家里变得完美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第一步，你需要的是从小处区域入手，比如你的床头柜、厨房或者客厅里的某个抽屉，甚至是你每天会用到的包包，任何你日常中会用到的物品和接触到的区域，优先考虑处理掉那些你最容易做决定的物品。比如你厨房里的某个柜子有过期的食物，衣橱里有几件你很不喜欢的衣服款式，卫生间的柜子里有一瓶你觉得非常难用的洗发水，就是这些你不需要思考太久就能处理掉的物品。我称它为无脑的断舍离方法，这样能让你在短时间内看到没用的物品被清理出来后的成果，同时呢，也不会让你因为舍弃这件物品而感到压力大，能让你在后续的整理上得到一种动力，继续去收拾其他的区域。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，都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所影响。本应该你要去做这件事情，结果因为工作临时加班，孩子吵闹，外卖这时候送上门了，还有被朋友突然约出门，因为其他的种种因素，你要做的事情就会被一拖再拖，拖到最后完全不想做。第二个办法就是设定时间限制。很多人之所以会一直拖延，不想去整理家里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事情，有这个时间去整理，还不如刷1-2个小时的手机，等休息完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情。我在这里想说的是，你不需要一次性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整理，相反，你只需要给自己设定15到30分钟的时间限制，短时间的去专注整理一个小区域，不会让你有心理负担。因为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呢，往往会被其他事情打断，比如你突然想起来今天某个电视剧突然更新，你要去追剧，或者是朋友给你发来一条信息，你的专注力就会在短短几秒钟被转移。但如果你在断舍离整理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，比如接下来的15分钟，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完，尽管到最后你没有收拾出来很多东西，但起码在这15分钟里面呢，你是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，每次呢就只花少量的时间，能让你迅速的做出决策，也不会纠结要不要丢掉这件物品的想法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家里正因为有太多东西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在不停的买东西，每次往家里带进一件新物品时，却不会考虑家里是不是已经有类似一模一样的物品。买回来的东西呢，你也从来不会去想着处理它们，抱着扔了就可惜的心态，一直让你家里的物品不断的扩张，到最后没有额外的空间去放置。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不让你的物品 overflowing 溢出来，在每次购买一件新物品的同时，也要处理掉一件旧的物品。反正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，这一件旧的物品必须要离开家里。如果不想离开家里的话也没问题，那就不要买下这件新衣服、新家具、新产品。通过让物品一进一出的方法，能避免物品过多，填满你家里的空间。新旧物品同时存在，我们通常呢是没有办法做到一视同仁，你一定是会更偏向于使用其中的一件物品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设置一个叫交换区域，比如你买了一件新外套，那么就把一件旧的外套放进这个交换区域里，然后给自己几天甚至是1周的时间去考虑，你在日常里是否还会继续想起它还是不是你的心头爱，还是说你对新买外套的喜爱度已经超过了这件旧的外套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意味着这件外套对你来说不再有它的价值。这个方法就是帮助你的物品有个过渡期、冷静期。当你将2件一样类别的物品摆在眼前的时候，你会更容易做出要淘汰物品的选择。有的时候在我们断舍离的过程中，发现某件物品其实还是有用，还是会用到它的时候，结果不得不再次购入相同的产品。每次我遇到这
这种情况就会很懊恼，明明上个月才断舍离处理掉的这件物品，结果这个月突然又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对这件物品断舍离的必要性产生怀疑。就是我下次再买相同物品回来后，一方面我清楚它并不是个我日常频繁会用到的东西，为了应付当下场合所需要用到的；另一方面我又会觉得早知道当初就不要断舍离这件物品了，这样我就不需要再花钱重新购买。这种矛盾相争的想法一直在我脑子里打架。那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方法，就是给物品设置3个月的期限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要是这件物品在过去3个月里你一次没有用到过，那它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。这个时间呢，可以根据不同类别的物品进行调整，比如季节性的物品，一年里用到的次数也仅有几次，那我们可以给这种类型的物品设置6个月或者是1年的时间。在下一次断舍离的过程中，要是你不确定这件物品在未来会不会再次使用，先不要着急马上扔掉，而是用箱子将物品存放在一旁的角落里，并做上标记。如果在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你完全用不到这件物品，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处理掉。这个方法会让我们不是处于情绪下所做出的决定，而是通过时间去实际判断这件物品对你生活的影响是大是小。最后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家里很乱，一方面呢是因为物品太多，更重要的问题呢是物品并没有被合理的存放收纳。你家里之所以看起来杂乱无序，实际上呢是因为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这就导致了物品在视觉上是乱成一团。我建议呢是按照物品的使用频率来分类，比如日常使用的物品会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，季节性或者是不常用的物品放在高处不易拿到的区域去存放。其次要记住，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需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比如常用的物品可以放在开放式的架子或者是透明的收纳盒里，不常用的物品呢就放在封闭的柜子或者是抽屉里。整理物品这件事情呢是个不断需要调整的过程，你可以选择性的将日常物品摆放出来，后期可以根据你的习惯和使用频率对物品进行位置上的摆放调整。如果你家里有需要马上消耗掉的物品，可以将物品摆放出来，也是时时刻刻的提醒你去使用它们，而不是一直被你藏在柜子里面，变成囤货过期了你也用不到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断舍离不仅仅是丢掉东西，而是一种让你减少生活上的干扰，给你一个整洁干净的环境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以上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们喜欢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。